买不起别摸。我有预约，我妈让我来取走这只包。你妈叫什么？这可是全国限量款，鳄鱼皮的，光配货都要50万。就凭你，还想冒领身份，拿走我们家200万的包？我们怎么冒领身份了？是真心妈妈预约好了我们才来的。我们这里是高端专柜，不是你们过家家的。小姐，看好了，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母亲蒋女士预定了今天下午4点半来取走这款包。白主管，难道是那位至尊 VIP 蒋女士？就算蒋女士来了也没用，这包徐总半年前就定了，而且你看他俩那个穷酸样，怎么可能认识蒋女士？我看这就是2个骗子，拿张截图 P 2个字，就想骗走我家的全国限量款。这么大的品牌，造谣顾客，看人下菜刀，不怕我去投诉你们？投诉我什么？没给你们免费的饮料吗？喏，拿了饮料就赶紧滚，别耽误我家做生意。神经病！真心，咱们走。站住！原来你不光是骗子，还是个小偷！你干什么？这挂件是我妈送给我的。你妈又是你妈！你怎么不说整个商场都是你妈的？真虚荣，买不起奢侈品就偷。可不是嘛，就这还大学生呢，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你有证据？我们丢了一只小马包，偏偏你书包上有只一模一样的，你难道要说这是巧合？我到底偷没偷？咱们查了监控就知道。你想查就查，我们家每天来那么多大人物，监控内容都是隐私。你这是故意为难我们！这么多人看着，我有必要为难你们2个小丫头吗？现在是你们偷东西被我抓住了，这小马包有市无价，刚才就因为你跟我抢，现在上面有划痕了，相关费用15万，不然我就叫工作人员过来处理。15万？我根本没做过你说的事儿，你别太过分了！真心，不然叫阿姨来吧。我妈应该在忙。怎么不敢打？我看你这个妈根本就是编出来的。去叫保安。我倒要看看，什么样的妈能教出你这样骗人偷东西的女儿。喂，妈妈。喂，真心，你现在在哪儿？我来给你取包，有人为难我。谁为难你？那现在你就是他妈，就是你为难我女儿。你女儿冒领身份，想用假截图骗走我家的全国限量款，还偷了赠品小马包。你尽快给我转账15万，不然我就叫保安把你女儿抓起来。你说我女儿冒领身份，你还说我女儿偷东西，就算是赠品也不能偷啊！你现在还要抓我女儿？装什么？背过几次高仿货就想来冒充我家的 VIP 用户？10分钟，我马上到。带上15万，要不然你和你女儿都走不了。暂停收购。你们这些大学生就是短视频看多了，真觉得只要背上我家包就能当千金小姐了？江总，什么情况？聚星城4眼家专柜，我女儿去取我预定的包，主管却说她是骗子、小偷。江总，我和您一起去，这种情况必须严惩。陈默，你和我一起去，先别进店，我倒要看看这个商场从下到上到底烂到了哪一层。是。4爷家丢了个小赠品，白骨精非说是那俩小妮儿偷的。小姑娘看着老实巴交的，竟然偷东西！嘘，白主管最近业绩好，连店长都不放在眼里。白骨精自从搭上那个徐总，可是了不得。狗仗人势。这些没受伤吧？妈妈，对不起，耽误你工作了。傻孩子，工作量你重要。就是你欺负我女儿，是你女儿自己偷东西，被我发现了。阿姨，她刚才抢走了真心的包挂，还说是真心偷的。
这丫头自己趁人不注意拿走了展示柜里的赠品，他们都看见了，你说是不是？还想干就说实话。各位看好了，这只小马包挂是我2年前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上面有我的专属刻字。白小姐，你说我女儿偷了你们专柜的赠品，那你不如现在就去拿一只新的，让大家都看看，是不是每一只上面都刻了这几个字？我给我媳妇儿买过她家包，只有大客户才能定制刻字的内容。白骨精刚才根本没去点过库存吧？别被他们骗了！现在骗子的手段都这么高明了。这2个女的一唱一和，先让你们觉得她们就是我家大客户，下一步就是骗走我家的全国限量款鳄鱼皮。这是你家至尊问湖的黑卡，你应该认识。准备的挺全啊，我不认这些，只认钱。15万损失费拿不出来，你们3个一个都别想跑。那就把你们店长叫来，告诉他蒋兰要和他谈谈。叫店长行啊，可我告诉你，我们店长见了我还得客客气气叫一声白主管。今年专柜的业绩都指着我，你以为店长会为了你们2个穷鬼最？店长来不了，那我就通知你。现在把我预定的鳄鱼皮拿给我，把挂件还给我女儿，并向我们公开道歉，否则我会申请会员权益冻结。你吓唬我也没用。这鳄鱼皮早就有主了，这是我们徐总半年前就预留下的，人家一句话的事儿，你们也配跟人家抢？妈妈，我在系统里明明看到是你订了这只，怎么就变成徐总的了？怎么发现装蒋女士不好使了？现在难不成又想冒充徐总了？需不需要我让徐总过来亲手叫你们赔钱滚蛋？怪不得非要揪着我女儿不放，原来是动了她的蛋糕。哼，今天这趟真是来对了。许嘉诚是吗？认识徐总，这下知道怕了吧？15万，就当让你们买个教训，以后别冒充别人的身份骗人。毁了我给女儿精心准备的惊喜，还想让我赔钱？举报这种小事一直都是我去，这次怎么突然想让真心去？前2天这孩子心疼我工作辛苦，非要拿他攒了10几年的零花钱给我买只像样的包，被我拒绝了。这次我骗他说给自己买了只包，让他去取，他还以为是替我跑腿呢。这包其实是送他的。等他亲手取回来那天，我就告诉他，它就是我努力的意义。如果你能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多少万我都赔得起。但是让我女儿伤心的这笔账，你赔不起。口气真大，多少万都赔得起。虽然你看着倒是比你女儿稍微像样那么一点点，可就凭你这身行头，也拿不出200万吧？说吧，你是哪个男人养在外面的，还带着女儿一起出来演戏骗包，小心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就说嘛，这么个年轻女人，怎么可能买得起全国限量款？呸！真不要脸！少造谣！我妈的钱都是她自己挣来的。哟，急了，被我说中了吧？你妈这种女人我见得多了，为了钱脸都不要。白雅琴，记住你现在说的每个字。我记着呢，还有什么招都使出来吧。接下来就是你该付出的代价。你他妈疯了！这衣服上万块，你赔得起吗？你能拿一瓶免费饮料羞辱我女儿，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受不了了？白小姐，这叫公平。你看这女人的气势，说不定真是有钱人。什么有钱人？一个当3的护犊子而已。我告诉你们，你们惹错人了！我不管你这女人到底是谁，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在京师混不下去。妈妈，要不算了，他要是真认识大人物，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真心，我们行得正，坐得端，不用怕任何人。不劳你费心，我先问一问你顶头的人，能纵容一家专柜的员工这样对待顾客？这家商场到底是怎么管理的？你还想找管事儿的？嘿，装货！喂，哪位啊？胡志经理，现在聚龙城的商铺是你在负责对吧？2位女大学生在你商场业绩最高的4星家专柜被这里的员工扣留整整1下午，被泼脏水，叫保安，张口就要15万。贵商场打算如何处理？哎呦，领导，我管这聚深城3年，从来没见过这档子事儿啊！真是不巧，叫您碰上了。下面的人不懂规矩，我这就派人去处理。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哪值让您亲自打电话？您忙您的大事去，包在我身上。丰腾那边派来的吧？上午刚开完收购会，下午就急着派人来立威了。经理，您需不需要亲自去看看？别真惹了什么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会为了个包亲自跑到专柜去撒泼？我在这商场干了10几年，什么阵仗没见过，搭理他做什么？晾着打发打发就得了。仗着丰腾收了咱们商场，就拿自己当主子了。给徐总的礼准备怎么样了？名酒2箱，好烟10条，都按您说的准备好了。下半年的业绩就靠他了。敷衍推诿，碰见客则脸面都不露。聚永城内部比我想的还要烂。我就知道，不光我一个人觉得你是骗子。少装点样子吧，根本没人理你。现在加上赔我衣服的2万块，17万，赶紧拿来，不然我立刻叫保安。现在大家都看清楚了吧？这小三儿带着他女儿跑来我们高端专柜里骗包偷包，被我抓住还泼我饮料。我当这女人真有人脉，合着又在装逼，偷了东西就赔钱，磨磨唧唧。嘿，保安大哥，看好他们俩。今天不给钱，谁也别想踏出这个店半步。不是的，你们别听他胡说，明明是他们店里丢了东西，赖到我们真心头上。松开我女儿！这一巴掌是一个母亲替女儿出头，这一巴掌是为所有被有色眼镜看待的女人出头。你给我等着！敢打我，我现在就叫徐总来收拾你们！沉默，带人来。不是想叫你的徐总来收拾我，我给他10分钟到你们专柜来见我。10分钟后见不到人，我会直接联系4项家总部。到那个时候，你就要好好担心一下自己的工作能不能保住了。站住！这是我们尊贵客户的专用通道，你们2个贱人还想坐 VIP 电梯？想上楼，坐货梯去！我见过那卡，是商场等级的最高至尊贵宾卡。这是聚神城最高权限的黑金门卡，怪不得能掰扯这么久。这2个小偷真是什么都能偷到。你不是嫌我没资格见你的徐总吗？现在快去把他叫来，我只给你们10分钟。亲爱的，忙着呢。忙着呢，忙着想你。讨厌！刚才有个死娘们一直纠缠我，还想要骗走咱们的包，你快来帮帮我嘛！包还在吧？当
然啦，那可是咱的财路。江总，您吩咐查的都查清楚了，聚星城的乔董给了权限，视频能说明林小姐并未违规。还有您预约的这只压纹皮革限量款，系统后台里原本清楚登记着是蒋女士的正式预约，可就在今天上午10点半，被白雅琪用她的主管权限私自改成了许嘉诚预留。许嘉诚，我查了一下许嘉诚，他是4业专柜至尊级别的老客户，近半年，光是限量款，他就从白雅琴手上吃下了整整7只。而这7只包，转头就出现在二手奢侈品市场，被高价倒卖出去。一个负责在店里截货改预约，一个负责在外面高价出售，2个人里应外合，垄断货源，从中分利。证据先按住，等我的信号，别打草惊蛇。我要让他们自己把这条线全都抖出来。真心，刚才害怕了吗？妈妈，谢谢你来替我撑腰。真心，有妈妈在，谁也别想欺负你。欺辱我的女儿，践踏我的心意，还敢在我马上要买下的商场里明目张胆的吃回扣、垄断货源。白雅琴、许嘉诚，还有不作为的主管胡志，今天这笔账，我要连本带利跟你们一起算个清楚。就是你们2个小娘们儿动我许嘉诚预留的东西。徐总，就是这小丫头，非说自己有什么蒋女士的预约，要来拿走你订的那只限量款鳄鱼皮，被我戳穿，这当妈的还不认账，反手泼了我1身饮料。哼，细皮嫩肉的，说吧，是跟着哪个老板的？教出个爱偷爱骗的女儿，我现在就给你的金主打电话，让他好好教训教训你。许嘉诚，你连事情的原委都不问，就攻击我们母女，怎么？是怕我们把包拿走，你没有油水可拉？小娘们不懂别瞎说，这包我是用来送客户的。到底是送客户还是当黄牛，你自己心里清楚。白小姐，既然你声称自己是4业专柜最重要的业绩来源，那你来说说，这单预约到底有没有没被人动过手脚？既然你非要个证据，那我就给你，别到时候真被打脸了，臊得说不出话。你知道该怎么说。办好了，上次答应分你的业绩，少不了。各位，我今天看得很清楚，这个小姑娘进店以后，她朋友装作询问我同事那只白房子的价格，帮她打掩护。同时，这个小姑娘从柜台里偷偷拿走了小马挂件，偷了赠品还不算，她还骗我们说她是蒋女士的女儿，想要取走这只限量款鳄鱼皮。可是我们内部员工都能看到，系统上明明显示的预约就是许嘉诚先生的名字。这不对，大家先别着急下结论，这里面有误会，事情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得了，都散了吧，证据都摆出来了，这对母女就是来找茬的。刚才说的有鼻子有眼，原来他们店内部系统上都能看到信息，怪不得白骨精这么硬气。对，这只包是我半年前就跟白经理预定下的。小姑娘，如果你的记录是真的，那你们就是私自篡改系统；如果是假的，那你们就是伪造预订单。各位评评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穷疯了，又偷又抢又诬赖，这样的人就该让他们赔钱，不赔就抓起来。你们确定要这么做？想吓唬谁？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你，你惹错人了。现在赶紧跪下求饶，说不定徐总还愿意放你们一马。陈默，带上刚才的东西过来专柜。在这个聚深城，你打给谁都没用。你们母女俩今天能不能走出这个门，得看我背后的人点不点头。你背后的人，实话告诉你，我许嘉诚这些年在这一片能横着走，
靠的是谁？丰腾集团。丰腾集团的林总听说过没？他一句话就能让你们两个小娘们连渣都不剩。就我这身份，连聚新城的胡主管都得给我几分薄面。你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也敢在这儿跟我叫板？识相的，赶紧掏钱认错！徐总的路子是你能比的？一个被包养的贱人，还带着个偷东西的女儿，也配跟我们徐总叫嚣？丰腾集团的林成耀，哟，是从你金主嘴里听说的吧？怎么名头太大，吓着了？好，那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替你问问这位林总。少吹牛，就你还能有林总的电话？阿兰，举报还顺利吗？出了点问题。这儿有位许家昌先生，说是你给他授意，让他能在聚源城这一片横着走。我替他问问，你认识他吗？许家成，上次招商酒会他给我递过名片，我没接。他欺负真心了，我现在过去。不用，我能解决。亲爱的，别担心，这手段刚才他们就使过了。我看电话里那个林总也是他们请来演戏的。林总是你老公，你怎么不说整个丰腾集团都是你家的？确实是我家的。妈妈，丰腾集团是咱家的。以前觉得你年纪小，怕你被人盯上，就一直没有对外公开。现在真心看好了，妈妈要告诉你，你的爸爸妈妈会是多么强大的后盾。蒋总，东西都带来了。蒋总，现在要公开身份吗？不急，先放证据。各位，关于今天下午的事儿，我们已经获取到了权限。后台都能拿到，这人是谁啊？也拿到了专柜后台系统的全部操作日记。视频清楚显示，林真心小姐从进店到离开，双手始终拿着手机和书包，全程未接触任何一件赠品。系统日志记录显示，蒋女士的正式预约在今天上午10点半被系统异常改写为许家成预留。操作账号白雅晴。这主管自己改的，那他最开始装什么？合着刚才是你故意为难这对母女呢？你胡说！你这些证据谁知道是不是真的？监控也是有死角的，绝对是这小妮偷的，只是没拍到。至于预约信息，是系统故障，随便拿张纸打几个字就想定我的罪。徐总，这包明明是你半年前就跟我定下的，你说是不是？对，你拿的这些系统记录，说改就改，谁知道真假？行了行了，你这些证据我不认。一套不知道从哪里听错的东西，就想在聚新城这1亩3分地翻案，你也不打听打听，这聚新城的胡主管跟我是什么关系？许先生，你刚才说这聚狮城的胡主管跟你铁打的关系，怎么怕了？正好，不如我们现在就请他过来谈。又开始了，刚才就说要质问胡主管，结果呢，胡主管根本不理他。我说呢，你刚才怎么不提这茬？原来是碰了一鼻子灰，不好意思说。胡主管亲自打了你的脸，你还想继续装？不用你们来，我要看看这个商场的主管对于顾客被欺压霸凌的事件，到底打算采取什么处理方式。又来！哎呦，领导，您怎么又打来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那点小事包在我身上。胡志，半个小时过去，4叶专柜的这起纠纷，你不打算处理了吗？现在你的老熟人许家成正在你的商场里仗势欺人，你还不露面，这就是你平时管理聚中城的态度，对吧？胡主管，
我倒想问问你，别人不清楚，你心里也不清楚吗？聚之城到底该听谁的？哎呦，真不巧，领导，我今儿在外地出差呢，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徐总是我们商场多年的老客户了，得罪不起呀。您呢，大人有大量，何必跟咱们聚山城的财神爷计较这点小事儿呢？您给个台阶，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哈哈哈哈哈哈！听见没有？我就说吧，胡主管都发话了，你还在这儿撑什么？你这女人可能是有点小本事，但是在胡主管面前也不够看。要我说，今天这事儿就算了，包徐总拿走，你们两个赶紧走，别影响我们做生意。专柜也就不追究你们今天的事了。你去暗中盯着点儿，兜不住了，我再下去。好的，胡主管。不能就这么算了，白主管在撒谎，我可以作证。闭嘴！有你什么事儿？不用怕，我不会让他们对你怎么样。白主管说的全是假的，这只包根本不是许先生正常预定的。亲爱的，那只白色限量款，我给你保下来喽。晴晴，最近干得不错，明年里我多分你1成。爱你，亲爱的。他们早就商量好了，每次来了限量款，白主管就私自留货，改成许先生的名字，赶走想买的散客，然后许先生转手高价卖出去，2个人分钱。我早就看不下去了。查这些有什么用？就算你男人是封腾的人又怎样？在这聚山城，只要胡只管还在，今天你们母女俩也别想从这儿把包带走。徐先生，这次是你们惹错人了。站在你面前的这位是丰腾财团总裁，也是即将正式接管聚生城的准东家蒋兰，蒋总。你们听听，这牛皮越吹越大了，丰腾集团的总裁会亲自来这儿。丰腾财团的总裁，丰腾集团市值几十亿，能买几10个聚凶城了。怪不得他能调监控，能拿后台日志，还敢一个电话就质问胡主管。不可能！你要真是丰腾的总裁，我许家成3个字倒过来写。林总，林总，您来的正好。林总，您还记得我吗？我是许家成啊。志信，让爸爸看看有没有受伤，爸爸也来给你撑腰。林总，是这小贱人的爸爸。这女人没骗人。我的天，真是林总！我在财经新闻上见过他。所以蒋女士就是网上之前说的那个丰腾集团幕后的神秘指挥者。惹了丰腾集团的总裁，白骨精完了。林总，我不知道那是您女儿，都是底下人办事不力，跟我没关系啊。误会，你刚才说要让我老婆女儿赔钱滚蛋，是误会。怎么还是来了？不放心你们。许先生，刚才你有句话说得很响亮，你说丰腾集团的林总你熟得很，他一句话能让我们母女连渣都不剩。程耀，你认识这位许先生吗？见过一面，谈不上认识。那程耀，当着大家的面，你来说说，丰腾集团听谁的？丰腾集团大事小事全听我太太蒋岩的。在家里，
我听他的，在公司我也听他的。他是风腾唯一的决策者。徐总这次是惹到大人物了。我看白骨精这次是要完蛋了。林总，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我不知道他们是，我要是知道，就怎么样？如果今天我不是风腾的蒋总，我女儿也只是个普通大学生，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根本就别想走出你们这家店？不，许嘉诚，刚才你说这包是你半年前订的，那我问你，今天上午10点半，白雅琴用主管权限将系统里蒋女士的预约篡改成许嘉诚预留，这件事你知不知情？你们2个人里应外合，一个截获改预约，一个高价倒卖。近半年从白雅琴手里吃下7支限量款，转手流入二手市场谋取暴利，这件事你认不认？徐总说这些你倒是解释啊！你告诉他这些都是假的，是你半年前就跟我订的。你闭嘴！蒋总、林总，我冤枉，这些事我统统不知情。你说什么？都是他，白雅晴，是他主动找上我的。他说手里有内部渠道，能拿到限量款的预约，我以为是他自己的指标，根本不知道是篡改了别人的预约。许嘉诚，你胡说八道，明明是你说。你闭嘴！白雅晴，我被你害惨了，你知道吗？蒋总，您明鉴啊！我就是贪点小便宜，被他忽悠着买了几只包，什么倒卖，什么垄断货源，都是他一个人的主意。许嘉诚，你个王八蛋！每次分钱的时候，你怎么不说我一个人的主意？蒋总，您听，他现在承认分钱了，但这是他胁迫我的。我胁迫你？许嘉诚，你还有没有良心？要不要我现在就给你老婆打电话？雅琴，你他妈疯了！你敢动我家里人试试？臭男人！当初你跟我保证，挣够了钱就跟老婆离婚。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这婚就是离不了，现在还让老娘给你背锅！蒋总，我就是一个小柜姐，我能有多大的胆子？这都是被他逼的，你不能开除我，没了这份工作我就什么都不是了。真心，要不要原谅？你来回答他。刚才你一口一个骗子、小偷的时候，可没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既然知道自己身上的光环都来自这份工作，那就应该守好自己的口碑，而不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给职业、给品牌抹黑。小姑娘3观正，刚才冤枉她了。白雅琴、许嘉诚，你们的事情现在开始一件一件给我交代清楚。蒋总，您要真想查，就别给我盯着我们。这些事儿，胡主管一直都知道。留货、赶客这些个规矩，都是他睁只眼闭一只眼，默许我这么做的。我每次打点好他，他才让我这条路走得通。不信你去查他。你是说胡志他不但知道，还从你这儿拿了好处？是，千真万确。看来这条线比我想象的还要长得多。陈默，记下来。是，蒋总。4言家专柜主管白雅琴栽赃顾客、私改预约、勾结外部倒卖货品，不合规扣留他人，即刻开除，永久清出聚宇城。我的工作。许嘉诚，长期勾结商场员工，垄断限量货源，高价倒卖牟利，即刻拉入聚山城全商场黑名单，交由相关部门处置。另外，今天对我女儿林真心的所有指控，偷窃、诬赖，全部作废。我女儿从头到尾清清白白。妈妈，没事了，妈妈说过，你清清白白，谁也污蔑不了你。
谢谢你，今天愿意站出来说真话。蒋总，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以前白主管在，我不敢。从今天起，聚银城会变个样子，以后再没有人能因为你们穿的普通、职位低就随意打压、欺辱你们。在我的商场里，无论顾客还是员工，都该被公平对待。主管不好了！刚打电话的那人是丰腾集团那位神秘操盘手蒋总。你说什么？蒋总是个女人？千真万确，而且他人现在就在楼下4页专柜。许嘉诚刚才把您供出来了。胡总，我们现在怎么办？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您收了他的回扣。妈的，许家珍这个蠢货！对，就算他是丰腾的总裁，一个女人能有多大能耐？哼，空降到咱们这儿能翻起什么浪？我跟你说，这种女的我见多了，无非就是仗着她男人有点小钱出来耍耍威风。哼，商场上的事儿她能懂什么？可是徐总那边已经全招了。您看，您是不是下去一趟？去，当然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蒋总能在我的地盘上把我怎么样。你去把最近几个月跟许嘉诚的往来账目，该整理的整理，该核对的核对，做得细致点。胡主管，现在改来得及吗？让你去就去。哼，一个女人。他能查出什么来？就算是丰腾的总裁，也就是个女的而已，几句好话，几个台阶，还怕糊弄不过去？哎呀，蒋总，您看这事儿闹的，我一听说就赶紧往回赶啊！你们两个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冲撞蒋总，简直反了天了！白雅琪，你平时仗着业绩好，在专柜里横着走，我念在你是老员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倒好，现在连栽赃顾客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副主管，不是，是他逼我的。闭嘴！还敢狡辩？你这种人简直就是我们聚深城的耻辱！许先生，我之前就警告过你了，别以为自己有几个钱就能在聚深城为所欲为。我胡志在聚深城干了10几年，最看不惯你干的这些勾当。从此以后，聚深城不欢迎你。蒋总，都怪我管教不严。这白雅晴仗着业绩好，平时就无法无天，还有这姓许的屡教不改。您放心，我这就把他们轰出去。绝不让他们再脏了您的眼。胡主管，来的可真快啊！那可不，一听是您的事儿，我开车。可是胡主管，20分钟前，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还在外地出差，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从外地赶回聚木城，只用了20分钟。哎呀，蒋总，您误会了，我是在附近办事儿，说外地是怕耽误您的时间。附近办事？那刚才在电话里，你张口就替许嘉诚说话，让我别跟老客户计较。你连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没问，怎么就知道该向着他？蒋总，您是大老板，日理万机，可能有所不知。这商场的事儿，盘根错节，水很深。很多规矩也不是1天2天了，您一个初来乍到的，很多事情还是得靠我们这些老人帮您料子。有些账真要一笔笔细算起来，怕是没那么简单，牵扯的也多。您说是不是这个逻辑？那就跟我说说你的道理。都散了吧！蒋总，借一点。就说那个许嘉诚吧，您别看他今天闹得不像话，可这个人手里握着的都是实打实的流水啊。
他一个人1年在咱们这儿的消费顶得上普通顾客几百个。这样的老客户背后还带着一大帮子有钱的朋友，您今天要是把他往死里得罪了，这笔账可就不是一只包的事儿了。他，我跟您说句实在话，咱们商场这一整块的高端业绩，非垮一半不可。您这位新东家的脸上也不好看啊。蒋总，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有些账不能只算眼前这点是非对错，得算长远的利害。胡主管这番话倒是句句为聚银城着想。那可不，我在这商场干了半辈子，什么没见过。那我倒想请教胡主管，一个靠栽赃顾客、非法扣人、私下倒卖来的流水，也算流水。照你这么说，只要能赚钱，我这商场里的员工就都可以去讹诈顾客了。强总，话不能这么说。那该怎么说？是这规矩，本来就是你们这么定的。蒋总，我看您是真不明白，这聚书城究竟是靠什么撑起来的？蒋总，您看下面这些商画，这么多大牌专柜，热热闹闹的，您以为他们凭什么留在聚生城？凭的是我胡志这些年一家一家谈下来，一个一个维系住的交情。哪家的租约，哪个大客户的脾气，哪笔生意的门道，全在我脑子里装着。您呢？一个女人空降下来，根基不稳，人脉全无，这满商场的人马认的是我胡志这张脸，可不认您手里那只收购盒。我把话给您挑明了，您要是识相，今天这事儿高高抬手接过去，往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您当您的董事长，我管我的商场，大家相安无事。可您要是不识相，非要揪着许家成，揪着我这条人马不放，那好啊，我只要放句话出去，年底这几家核心的大商户分分钟就能给您撤了柜，到时候年底流水一塌糊涂，几个顶梁的大商户集体撤离，您猜董事会第一个问责的会是谁？是我这个主管，还是您这位新东家？怎么样，蒋总，想明白了吧？在这聚生城，有些人是您动不得的，包括我。您现在还敢动我吗？你够了！从头到尾都是你们仗势欺人，先是你们店里的人栽赃我，现在换你出来威胁我妈妈。哟，我当是谁呢？一个乳臭未干、社会都没闯过的小丫头，也敢在这儿插嘴大人的事儿？站一边去，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我妈妈这辈子光明磊落，从来不占任何人的便宜，倒是你满口的流水、人脉交情，说来说去，不就是仗着自己是老人，欺负我妈妈刚来不熟悉，想骑在她头上吗？胡先生，您要讨论生意上的事，刚好我学的就是市场管理，我来和您聊两句。第一，你说许家成一个人的消费顶几百个普通顾客，可是过度依赖极少数几个大客户，意味着商场的抗风险能力差。他今天能捧你，明天就能反手拿捏你，这是隐患。第二，你让白雅琴私自留货，赶走想买的散客，你以为你是在维护大客户？错了，为了一个大客户的回扣，影响了品牌的口碑，赔进去的或许是聚生城未来10年的自然客流。第三，你口口声声说商户资源是你的私人交情，可渠道资源从来属于平台，不属于某个管理者个人。你把公司的资源包装成你个人的筹码，拿来要挟东家，这在商业伦理里叫职务侵占的前奏。你不是在为聚珠城经营，你是在偷空它。
哼，他真够感人的，书本上那点道理也敢拿到我这儿卖弄。但是母女情深放在商场里，可换不来1分钱。蒋总，我劝您认清现实，带着孩子早点回去，别在这儿自讨没趣了。胡志，你从头到尾都以为我今天是临时起意来替我女儿出头的，对吧？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我不是在今天才盯上你，也不只是因为一只包。你知道丰腾财团为什么会看上聚水城这块地方吗？那还用问？聚新城地段好，客流稳，盈利强，谁不眼馋？错，恰恰相反。3个月前，我的团队进场做尽职调查，第一眼看到的不是漂亮的盈利报表，而是一堆对不上的账。一家客流这么稳、位置这么好的商场，某些高端品类的营收却常年低的反常，大量的现金流通过一个叫贵宾服务费的科目被转移了出去，不明不白地流了出去。胡主管，你说这么反常的账，怎么可能瞒得过一个专业的收购团队？可能是财务做账的疏漏，我一个管理哪懂这些？疏漏？丰腾尽调组之前3次申请调论商场近3年的原始账目和贵宾消费冥思，你找了很多借口。胡主管，你到底是在保护商户隐私，还是在替自己遮掩？你这是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我再提醒你一件你一直没想明白的事儿：丰腾和聚新城的收购合同，到今天我还没签字。换句话说，这商场现在还不归丰腾。你刚才拿撤柜、年底流水来威胁我，可你算错了。真正被你那本烂账拿捏的，不是我，是现在还坐在东家位置上的那个人。所以你现在明白了。我今天来，根本不是临时替女儿出头，我大不了不签这份合同，转头把这本对不上的账原封不断送到现在的东家手里。既然丰腾要买下聚辰城，我当然要提前把这滩浑水彻底清干净。既然我现在抓到了这个把水搅浑的人，你觉得我下一步应该做点什么呢？收网，清干净，说的好听。你凭什么？你们这些财团的人坐在办公室里动动嘴皮子，签张合同，就想把我半辈子的心血一口吞了。我提醒你，那纸合同我还没签。你现在拼命想护住的东西，随时可能连东家都不是。你冲我发这通火，找错人了。这聚石城20年前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一片烂摊子，是我胡志一砖一瓦，一个商户一个商户，硬生生把它做到今天这个规模的。多少通宵，多少场应酬，我陪着笑脸求爷爷告奶奶，才把这些大牌一个个请进来。这里的每一寸地砖，我都熟得闭着眼睛都能走。可结果呢？就因为你丰腾有钱，一纸收购，这商场转眼就成了你的。我胡志经营了半辈子，到头来还得看你一个娘们的脸色，凭什么？我不服！胡主管，你把商场做起来，那是你的本职工作，怎么能把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而且，聚深城今天的客流靠的是地段、品牌矩阵，整个平台的运营体系，是几百个员工、几十家商化共同撑起来的。你只是这台机器上的一个管理者，不是发动机。真正把商场做垮的，恰恰是你这种把平台资源当私产，把公司信任当筹码的人。你不是委屈，你是贪心，还想让所有人为你的贪心买单。你说这商场是你一手做起来的，我信。
可我想问你，把商场做起来和把商场的钱一笔一笔转进你自己的口袋是一回事吗？你付出了心血，公司给了你相应的职位和薪水，这是你应得的。但你借着这份经营权，暗地里吃回扣、养空壳、转移商户资源，这叫窃取，不叫委屈。胡志，别把你的贪婪包装成怀才不遇的悲情，这两样东西不一样。还有，我提醒你，别觉得我签下收购合同是夺了你的心血，相反，这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只要我一句，账目存疑，暂缓收购，风腾一撤，聚书城还有你，撑不过3天就会全面崩盘。陈默，把那份东西拿给胡主管，好好看看。胡志主管，这是丰腾尽调组历时3个月追查出来的全部账目和资金流向记录。许家成通过白雅卫长期垄断聚深城的限量款货源，再高价调卖给他的圈子，所得利润一部分分给白雅琪，另一部分以贵宾服务费的名义走账。经过2次中转，最终流进了一个空壳公司的账户。而这家空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绕了3层，最后指向的是您的小舅子。胡主管，这笔钱您怎么解释？这是伪造的，空壳公司跟我有什么关系？不止这些，近半年来，您以优化经营为名，私下监触了聚深城3家核心大商化，许诺给他们更低的租金和更好的位置，条件是让他们只认您，不认新东家。您这是在背着准东家转移商场最优质的商户资源，架空管理权。您方才在楼下说的那些商户随时能撤的底气，就是从这儿来的吧？我明白了，胡主管，你这是趁着收购还没落地的空档，把商场最值钱的核心商户绑到你个人名下。等丰腾真接了盘，你就能反手用这些商户当筹码，一边高价跟新东家谈条件，一边架空管理层。真心说的没错，所以你才3番5次拖着不让我查账。我不承认，这些账全是那个许家成自己做的，跟我没关系。你们不能血口喷人。许家成刚才说是你让他走账，你现在又说这些事儿跟你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就下去和许家成对峙，看看到底该信谁。现在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把商场主管胡志和四爷家至尊大客户许家成的合作模式说清楚。许家成一个大客户，他能做什么？他能和白雅琪勾结，把限量款截下来，转手高价卖掉，但他做不了贵宾服务费这个走账科目，因为这个科目必须由商场管理后台审核才能通过。对，那个走账的审批权限只有胡志有，他每次都是先审批通过，我才打钱的。蒋总您明鉴。胡志，一个商场主管他能做什么？他能用审批权限给许家成的收入开绿灯，教许家哲怎么将挣来的钱用贵宾服务费的名义再转回去。他还能注册公司当收钱的袋子。但你做不了货源，你没有渠道，接触不到限量款。你手底下有白雅琴，外面还需要一个许家成，一个有高端客源，能把包高价卖出去的销售渠道。原来是这样，一个管审批，一个管出货，分工明确啊！这仨人真不要脸，钱都叫这种人赚了。所以许家成负责倒货，胡志负责走账。许家成提供客源，胡志提供保护。许家成把钱打给胡志的小舅子，胡志在商场里替许家成扫清障碍。现在你们告诉我，
这件事谁才是主谋？既然你们都不说，那我替你们说。许嘉诚，你不是主谋，你没那个权限，管不了商场的账目，但你是白雅琴的销售渠道。你靠从真正的客户手里抢夺限量款，然后再去高价出售。胡志，你才是源头。你有权限，有资源，有人脉，没有你的默许和配合，许嘉诚和白雅琪什么车都做不成。你利用商场主管的位置，主动经营起了这一个摊子，你才是真正的操盘手。不是这样的。陈默，都记下来了吗？都记下了，蒋总，证据链完整。胡志，即日起解除你聚深城代理主管的一切职务。不可能，我不接受。所有相关证据，连同这份完整的账目，一并提交董事会，等待最终决议。陈默，通知集团董事会，我要开专项会议，把他们3个人都带下去，分别看管，配合调查。是，蒋总。胡志，都是你害的！要不是你贪得无厌，我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许嘉诚，你少在这儿装无辜！没有我，你能赚那么多钱？你现在都怪起我来了！臭娘们儿，你给我等着！要死咱们一起死！终于结束了。之后怎么说，老婆大人？聚石城还收吗？收，清掉了蛀虫。聚生城这么好的商场，没理由不收。妈妈，这包是送我的。本来只是想给你个惊喜，没想到变成了你站出来的勇气。咱们真心真是长大了，都能保护妈妈了。妈妈，你上次说不让我花钱给你买贵重的包包，所以我就亲手做了一只。这个放心背，不贵。不，真心亲手做的最贵了。听说了吗？胡主管被撤了，还有白雅晴那伙人全完了。可算熬出头了，以前谁敢得罪他们啊？是新来的蒋总，他真的说到做到。胡主管，就这么算了？咱们这些年的努力，可就全栽在那个贱人手里了。董事会决议还没下来，就还没到最后一步。他蒋兰不是想清理门户，然后再收购聚中城吗？我刚收到消息，刚才那贱人已经和聚神城的董事签了合同，他就会举办封腾接手聚神城的开幕仪式，到时候全城的媒体、所有的大商户，还有封腾董事会的人，全都会到场。胡主管，你是想……到时候我就让这个贱娘们知道，想在我胡志经营了20年的地盘上扳倒我，没那么容易。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聚星城的新任东家丰腾财团蒋兰蒋总为开幕仪式致辞。新任东家空降聚生城，帮亲不帮理，颠倒黑白，一把火逼走2朝老臣。这是怎么回事？新东家上任就闹出这种事儿，今天头条有了。这新老板也太欺负人了。贱人，这份大礼你可要收好了。这是恶意剪辑。查后台，谁动的手脚，马上切断信号。是。究竟是为了什么？不为别的，正是为了替他冒领身份，
偷你赠品的女儿撑腰！颠倒黑白，把无辜的员工逼上绝路！这么大公司的总裁，女儿还要靠偷？怎么能这样说话？难道就没人出来把话说明白吗？真心，别冲动，爸，他们在误解妈妈。你先相信妈妈，她会处理好。怎么回事？退钱！乱动全场！视频放的不错，剪辑水平比你们专柜的服务态度强多了。别扯开话题，你女儿是不是小偷？我女儿不是小偷，这件事儿在四叶专柜当天就已经查清了，监控录像、系统日志、证人证词一应俱全。污蔑她的专柜主管白雅琴亲口承认了栽赃，协助栽赃的店员也当场招供。现在有人把这些已经查明真相的事情掐头去尾、恶意剪辑，在今天的开幕庆典上公然播放。我想问问这位藏在人群里的老朋友，你既然有胆子黑进我的大屏，有胆子当众污蔑我和我的女儿，你有没有胆子站出来跟我当面对质？江总，后台视频信号源锁定了，是从负一楼设备间切进来的，保安已经过去了。先切断大屏信号，切断信号。各位商户、各位媒体朋友、各位顾客，关于这段视频的内容，我手里有足够能证明我女儿清白的证据，稍后会发布在丰腾集团的官方媒体上。但是，恶意剪辑抹黑我女儿，损害丰腾集团名誉，这笔账不能这么轻易就算了。他说的这么具体，不像是假的。如果他手里真有证据，那这段视频就站不住脚了。这视频是假的，是剪辑的。又是这个小贱人！那天的事儿，我全程都在场。视频里泼水那一段，是白主管先诬陷顾客偷东西，出言羞辱在先，蒋总才泼的饮料。所谓强扣顾客，明明是白主管非法扣留人家母女，逼人赔15万。这视频掐头去尾，颠倒黑白。蒋总开除白主管，是因为他栽赃陷害，勾结外人倒卖货品，这些都是有监控、有证据的。还有这种事儿？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的？我作证，上个月我就在这专柜被白雅璇用同样的法子讹过钱，说我碰坏了样品，逼我赔了3万。还有我3年前就是被胡志无故辞退的，我的销售业绩被他安排的人冒名顶替，领了奖金。胡志，你费尽心机剪了这么一段视频，不就是想当着所有人的面让我身败名裂吗？那你现在敢不敢走上台来，把你在暗处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当着所有人的面再说一遍？怎么不敢了？你拍视频的时候不是挺有胆量的吗？剪片子的时候不是挺有创意的吗？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当众说，你却怂了。你要去哪儿？放开我！贱人，你算什么东西？这聚神城是我一砖一瓦做起来的，你一个小娘们儿，仗着有几个臭钱，就想骑到我头上？告诉你，你不配！骂完了，你骂我空降，骂我是女人，骂我靠男人。胡志，你翻来覆去就只会用这些来解释自己为什么输吗？陈默，把真正完整的东西放上大屏。原来是这么回事，刚才那视频把最关键的一段全剪掉了。这不能说明什么，扣人是保安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限量款的包被你私下留下来，
高价卖给许嘉诚用，你们私自赚的钱，全都转进了你亲戚的口袋。你还背着新东家，私下找了几家大商户，软硬皆施，让他们往后只认你一个。说白了，你是想趁着交接的空当，把整座聚生城一点点变成你自己。不可能，你怎么会有备份？他连我们几家的铺位都私下动了手脚，全录下来，这才是真相。胡志做过的事一定会留下痕迹。我作证，白雅晴用同样的套路讹过我3万。我也作证，胡志私下逼我们只认他，否则就撤我们的黄金铺位。还有我的业绩，你们这些蛀虫，被他安排的人冒名顶替，领了奖金。是胡志，都是他指使的，回扣是他让我走的账，不关我的事儿啊！许嘉诚，到这份上了，你还想跑？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也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该有的说法给大家一个交代。白雅晴栽赃顾客，勾结外人倒卖货品，即刻开除，永不录用。讹诈顾客的每一笔钱，连本带利，全部退还。许嘉诚长期倒卖，行贿分赃，从今天起，聚联城永久拉黑，他坑掉的、赚走的钱一分不少，追溯到底。至于胡志，当场解除职务。他这些年吃欠顾客的、欠商户的、欠员工的，一笔都别想赖掉。早该有人制止他们了，作恶多端，活该！各位商户、各位顾客、各位媒体朋友，很抱歉让大家看了这样一场闹剧，但这场闹剧也恰好让大家看清了聚生城过去的病根，看到了丰腾财团接手的决心。丰腾财团已完成对聚生城的全部收购，即日起正式盖章接管。从今天起，聚狮城开通申诉通道，所有曾被职场霸凌、无故辞退、业绩被冒名顶替的员工都可以来申请复职，讨为应得的一切。这座商场不会再让老实做事的人寒心。尤其要谢谢这位姑娘，是她在那么大的场面下第一个站出来替真相说话。这样的员工是聚星城最宝贵的东西。这些年，大家都以为丰腾财团的操盘手是我，一桩桩收购，一场场硬仗，外界记住的都是我林承岳的名字。可只有我知道，真正在幕后运筹帷幄、拍板每一个决策的人，是他，将衍。他甘居幕后这么多年，是不愿抛头露面，更是想护着这个家。但今天聚书城这一仗，他亲自站到了台前，所以我想，也是时候让所有人都认识他了。从今往后，丰腾财团真正的掌舵人蒋兰将走到台前，成为大家看得见的蒋总。原来丰腾这些年真正的当家人是蒋总，这才是今天最大的新闻。多谢我先生这些年替我挡在前面，今后丰腾的每一个决定，我会亲自站在明处向大家交代。还有一个人，我今天必须谢谢他。这次揪出毒瘤，我女儿是第一功，是她最先察觉到限量款被私下调卖的异常，也是她在遇到危险和挑战时，放下自己的畏惧，第一时间护在我身前，替真相据理力争。爸妈，我们真的做到了。是你们母女俩做到的，这一仗
我这个当爸的都要甘拜下风。以前我总觉得你们做的是生意，是收购，是数字，可今天我才明白，你们守的不只是一座商业帝国，你们守的是每一个走进这里的顾客，那份最基本的信任，是每一个老实做事的员工一份不被欺负的踏实。这些比什么流水、什么数字都金贵。说得好，生意做到最后，拼的不是谁的钱多，是谁守得住这份人心。往后的路还长，这些道理你慢慢去走，慢慢去悟。我们不急着给你多大的位子，只盼着你一步一个脚印，长成一个既有本事又守得住良心的人。有你们在，我什么都不怕。